土房治乱唔但將影響環境生態，還加看得出國土危機有幾嚴重嘅。記者去查過後就發現，清土房嘅查嘅頭擺無做清架按 GPS， 都能監控係最多哪去嘅。嘅土房清淤簡單，各件事又含有無共用嘅版本，愛查較當難。比如喺東下亂象，環境部研究愛修正廢棄物清理法。按算愛同無愛廢棄物嘅限制調整做1年以上、7年以下。國土署咪計劃愛對公共工廠來增加土房處理嘅管道。台灣按用嘅對症用藥咯，繼續來看捱掉嘅專題報道。做第100幾嘅犯罪集團高層非常艱辛，分析無論是壓榨嘅犯罪手法，有一度夾到轉碰嘅，也係唔本人做到手菜。包含土資廠假造資本整一枚真米，也係天子連單演斷掃描，出處法東南風，清運雜碎無全面按 GPS 冇辦法查做夾到行蹤，韓國有查實人力唔拉都係問題。朋友前韓公出挑戰年非土行運嘅內同性揭示，這個就是假連單，它叫做土石方運送憑證。你一般人看到會不會覺得是像真的？這根本就是假，這根本就是。真的連單是長這樣啊，是長這樣，哦，有文件序號哦，第2聯這樣，那個就是他自己做的啊。每個縣市連單不一樣，光實體連單長得就不一樣，苗栗又有苗栗的樣式，你這樣子造假，根本人家分辨不出來啊。公務機關稽查能力又不足的時候，就沒有辦法常常查核，就變成要事情發生了以後才去查，因此就會有很多的犯罪黑數。2026年，國土署總算勞土沙房運送證明格式整合，做清貴州天子連單土房清運的查嘅，未會架按 GPS 全面立竿。唔過將一次密切稽查，真見有效氣。鴉片喺啲特別是啲夫妻，伊個面積超過有9000平方公尺，案發喺沙地出車施工嘅現場。鴉片先前係一個有歷史82年嘅歸手，亞 Q 高手沙地改建過後，被起做山東地下室站樓，地面上至少會有13層樓按個嘅建築物。喺台灣一下從安尼杜建灣，已經見來見到嘅，未產生動到嘅營建廢棄物，也就是積來相關啦。佢嘅工體呢，亞 Q 高手做清測地過後，至少會產生2313立方公尺按度嘅廢棄物。佢睇台嘅拖拉庫至少要在200噸，怎有辦法做清載體？企業測地過後存下來東西，一般做得分做2種，包含營建生意土沙房，還有營建廢棄物。無論係都市建設，也係新起工廠，生產的泥、土、沙、磚頭、磚砌也都係一般講嘅營建生意土沙房。不過係講樓頂唔係土房嘅廢棄物，像係鐵件、塑料、塑膠，也係玻璃也都，就本然講係營建混合物，也係營建廢棄物。照國土署統計，18年危險也係區嘅建築，都市建設總案量成長一批。全台灣營建生意土沙房產出量每一海增加動價。2016年總共2509萬立方公尺，2024年絕對講係加一批，來到4481萬立方公尺。2021年甚至創下20年來新高嘅，有4646萬立方公尺。大家都同上一啲按度嘅土沙房，生來為樣嘅處理呢？我們現在所有的公共工程，我們希望它從最早的在評估規劃的階段，就能針對這個土石方的問題去做一個妥善的規劃。原則上，希望它能夠自我平衡，就是不要外溢。第二個就是一些港區的開發啦，或是大型的園區開發需要土的部分，提供了一些未來的可以去化的地點給我們。對整個工程成本也好嘛，你不會北土南運啊，或南土北運啊，或是東運西運，類似這種情況。年頭管制減量，土沙房流向管理增加處理管道，係國土署生態精進策略。總向整理嘅特別講，韓國有台中港訂到嘅屯塊粗料計劃，還包含起嚟啲苗栗中華一路所在嘅野蠻型土資廠，按算處理得到15110立方公尺土沙。台北港現在是北部很重要一個土方去處，重大工程的開發計劃需要填土的部分，也請各個部會協助來盤點出來。那未來這個部分會配合着它的開發期程，增加這些土方的去處。那事實上就是沒有這麼多的
公共工程的未纳量足以去去化这些废弃土。地方政府这边呢，也会成立一个土方平台，就是我们在公共工程的时候，我们要先去平台里面看，我如果要出土，看有没有人需要，我就送到那边去，它会有一个平台在做这个协商处理。以今年8月21号环评刚通过2届环评的高铁延伸宜兰线，依照它的环评报告书的记载，总共会再产出961万.7立方公尺的剩余的这些废弃土石方，它要堆到哪里去？不过，就按多年来嘅数据分析，营建生意土砂房无许多土资厂喺啲无享用工厂之间土方交换，直接利用啲轻高涨3.7%。农委本人送到土资厂加工处理，间接再利用啲差唔多係5成，表示含有太快2成嘅土砂房無奈好起。睇杜建時代到來，睇現共享工廠1隻案內3.1隻案內，環保人士大把講，總量管制真係關鍵。政府可不可以預先做一個前1年的預估？我有哪些可以去化的公共工程可以協助消化？有哪些剩餘的土資產可以去？那如果真的是餘量太多，就剩餘的太多的話，那可不可以去協調？按照轻重緩急先後順序呢？可不可以請他們某一些建設啦工程稍微往後1-2年挪一下？我們最大的問題就是因為它量體太大，那我們到底要把它堆到哪裡去？每一年度都剩餘這麼多，剩餘這麼多，你沒有這樣子縱向啊、橫向的那個盤點，它可能沒有地方堆置的時候，接下來就是爛道、拖道。這是政府最喜歡宣傳的啊，經濟大好啊，經濟大好就會有各種不同的建設，不管說我們的那個都市更新也好啦，或者其他的那個重大的建設啦、工程，就會這樣子一直來。按道建設又好又快，隨通經濟發展的時節，日本大家看到也按道年來問題。喺講中央處理動能有限透，結合地方政府資源，不係其中一個解決方法麼？國土署另外想出辦法，整理5公頃以上公有地2321筆，10公頃以上總共80筆，向日本地方評估傳統公有土資產。遇到這些營建廢棄物的問題，苗栗縣政府也按上要用公派民營的方式來去公家嘅土資產，其中一個所在就有可能啲係後背鴉片，就係啲苗29縣後龍海嘅西片鴉片，也現場看到過去都桑草大弄，完全冇開發的情形。在這裡，我希望我們縣府的團隊要勇敢踏出去第一步，所以我們先試辦，我們來舉辦公辦民營的方法，看這樣是不是能夠先解決一部分的問題。2024年，苗栗縣總東金接受訪問的時節，發講到凍結節，做公派民營土資廠表現出挺出愛做態度。不過2025年，記者同苗栗縣政府公開訪問，審判人員撒講相關嘗試凍結進行，當時會引起民眾怪厭，接受訪問。村民講，頭目鄉跟隔壁嘅草橋鄉，農國有一處土資廠，堅持反對，再殺一處。不要建築廢棄物，抗爭到底，抗爭到底，環評訴訟才開始。污染開發請停止，污染開發請停止。其實這個就是一個市場機制。因為每一個地方它的需要設置的條件跟需要的經費是不一樣的，我想這個就由地方政府跟土地業者去商討就好了。一直跟我講說蓋公營的土資廠就可以解決問題，沒有啦啊，他們就是要偷盜嘛。本末倒置或者是杯水車薪，你設再多的土資廠，只是把這些廢棄土呢堆放在這個地方而已。但台灣能夠容納多久？你沒有把這些人抓起來，沒有把這些人關到牢裡面，怎麼可能阻止他們亂盜？講說什麼蓋土資產可以解決這個問題，根本就是在騙民眾嘛。台灣真實的情形係，有能力攞營建廢棄物廢除再利用嘅加工型土資廠，處理量能有限透。做嚟永久對土砂房嘅野蠻型土資廠有幾件為難咩？2024年，內政部統計，全台灣總共有131處土資廠。其中野蠻型土資廠佔10處，北部3處，中部3處，南部1處，外島有5處。野蠻型土資廠總嘅堆量長存冇到900萬立方公尺。2016年，咪就係今年就會用槍槍。過去我們的問題就是這些土資廠常常都是一些可能黑道在經營，所以他們可能
把它用来当作跟一些有害的废弃物混拌的一个媒介。我们怎么样让圣义土石方的这个土资厂它的经营者是有公信力的，然后有把关的。那如果能够这样子做的话，是一件好事。我以前讲过厕所的这个理论，我说以我们家里要上厕所，可能马桶对我来讲是一个中间处理，化粪池对我来讲才是掩埋型处理。结果今天化粪池那边满了，然后我不去弄化粪池，我去盖很多马桶，这个解决问题吗？没有解决问题。对法规方面来前积极方法，环境部压下当地传统废弃物清理法，韩国有资源循环传统法修法，完善奖励同处罚强下来做解决非难问题。其中关键条文由废弃法第46条无照规定处理废弃物，造成污染环境，改做为污染环境，本法案还那太热裁决弹性。同时，由清拆乱倒废弃物嘅限制，对1年以上5年以下。调整做1年以上7年以下，韩国做得罚1500万元。喺工地农地也係環境敏感地區，做得加罰加刑有一半。不過環保團體希望清代限制應該會有6年，尚未達到。很多法官他會對於環保犯罪基層處以最低的刑度，甚至在他們還沒有判刑之前，就是可以交保候傳。上限目前是5年，我们修法以后会把它提升到7年，能够更严惩这些蓄意不法的一个业者。有时候这个犯罪的一个规模非常的大，即使就是用最高的刑度罚金来处分，那可能对于他们还是没有下个效力，因为他们犯罪的所得可能高过最高的一个刑度，所以我们是认为说，在罚金的部分可以用就是犯罪量体来定定。法運用嘅時候，問題又係用嘅期間咯。廢土防泡後背又有幾多經驗唔得嘅大問題。以前同前地搞叉叉，又係乜人空地看唔到素材存出數呢？還有幾多嘅大家唔敢講，你講唔得嘅避免呢？很多我们的县市的议长，甚至我们的首长，基本上都是做砂石、废土、废弃物业出身的。有一些县市可能是从头到尾都没有正常轮替，那他那个盘根错节。今天这件检察官愿意起诉真正背后的所有的人是珍贵的，因为过去从来都不是这样处理啊。这些害群之马要抓起来，我们国家不能放任他们再这样继续胡作非为。